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簡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正中老師。思敏各位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趕快來關心的是川普的關稅哦，是不是要大崩盤了？現在最緊張的事情就是緊接着的感恩節、聖誕節要到了，但是卻面臨高通膨的悲歌。尤其現在川普針對關稅要祭出一些的豁免哦，甚至要讓這些在美國國內的商品價格降下來，於是呢，他就針对南美洲的牛肉大開放。這一開放啊，是讓美國的農民非常的憤怒哦。另外一方面，川普針對大陸的各種措施，恐怕導致自己如果要生產聖誕樹，價格可能會逼到換算新台幣9萬元。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的通膨炸裂，川普現在要擴大關稅的豁免，來壓住現在一直不斷攀升的物價，於是呢，這個南美的牛肉大開放，但是美國農民怎麼辦呢？關稅到底是不是被他親手掏空了？第二件事情，聖誕節現在變成一個經濟災難哦。美國人最新民調有一個信心比哦，說這個比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還要更憂心了。尤其是聖誕樹價格，現在可能哦，根據這位 CEO 的說法，飆到3000美元，他都不驚訝。這換算新台幣已經超過9萬元了。川普的貿易強硬路線是否毀掉美國人的聖誕節？最後是來關心的是高等法院要針對川普的這個關稅對等關稅來做這個是否有違法的現象？那川普會不會之後就算違法，他也強硬可以靠他的301(1)(2) 條款來硬撐下去呢？美國的關稅戰還要繼續下去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的是緊接着沒有過幾週的感恩聖誕節，大家會觀察說，這個消費信心跟消費力道到底如何，才能看出現在美國的整體的民生的經濟狀況？但是現在恐怕陷入到一個叫做血拼寒冬啊！川普的關稅戰現在說可能玩不下去了。為什麼這麼說？紐約時報來自於他的爆料說，川普正在準備，竟然他要大幅的擴大對等關稅的豁免範圍，來壓低食品的價格。他不是一直說沒有通膨問題嗎？怎麼好像要偷偷的來做這件事情了呢？來看到商務部長盧特爾尼克也有提出比較具體的一些辦法。他說，現在確實民怨的來源就是來自於食品價格啊，應該將許多的食物納入在豁免名單當中。哪些食物可以豁免呢？這邊根據了解，他說了預計會調整，還沒有跟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的國家就可以達到豁免。那品項可能包含了美國的牛肉，今年不是暴漲幅度超過13%嗎？還有柑橘等等。白宮另外針對南美洲國家也有更多的讓步，包括白宮11月13號宣布的阿根廷、瓜地馬拉、厄瓜多以及薩爾多瓦達成協議，對於香蕉、咖啡、牛肉會進行關稅上面的減免，這些都是美國人比較常吃的一些東西哦。而且川普現在是要救民調嗎？因為有60%的民眾對他不滿，所以最新我們看到他12號召集了10多位來自於華爾街的大咖，大家聚集在白宮一起吃飯。那根據了解呢，這個到場的人哦，真的非常的大咖，都是比如說摩根大通的執行長啊，避險基金的大亨啊，或者是貝萊德執行長、摩根士丹利執行長等等，是不是都在討論美國的經濟接下來怎麼辦呢？好，這個通膨導致的民怨哦，川普如果真的把沒有簽協議的國家全面豁免，那是不是把那些原本早就談好的國家等於當作盤子了呢？川普進口南美的牛肉會不會背棄美國農民？老師怎麼看？OK， 第一個我想講哈，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話哈，在沒有多久的過去1個月、2個月之前，那麼希望這個 Fed 能夠降息的聲音在反銷層面的時候，你會發現大家都說，通膨沒有發生啊，關稅也打，3、4個月、4、5個月以後沒有發生啊，那是為什麼？各位，經濟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話語叫做 “Free in the shower”。請問一下，你洗過澡吧？你洗澡的時候，冬天是不是要用熱水？打開熱水的時候還是很冷，你一定弄很久才進去。進去之後太燙了，你又去關，那個水有一段的時間，我們在這個經濟學名叫 lag， 叫這個停滯或者滯泄，這有一段時間的落接期。也就是關稅一定會打出了所謂的通膨。
所以說通膨將來就會是美國經濟很重要的一個重傷的一環，也就是大家可以在期待的 Fed 可能還會再怎麼樣降息，因為它很有可能因為通膨要升息，那經濟又不好又降息，就再升不能降，那將來又為了救經濟又要降息。好，那我們今天不談這個，我們只談川普是什麼人？他不是經濟學家，所以他搞不清狀況。他打關稅，他想得太天真了。他這一重拳一直打別人，但是你知道他自己手也受傷。他現在受傷的還蠻重的，所以他產生的內憂外患哈。我先講一下哈，很多的商品不是你說啊東西貴了我可以不要買。我們在經濟學有一個東西叫做彈性，叫做我們講需求的價格彈性。我們對某種物品，如果價格漲了，我們還是需求的話，像每天一定要喝牛奶要怎麼樣的話，這個東西我講不可避免的必需品，價格彈性較低的，你必須接受，你價格就會漲。現在他們會慢慢發生這個問題哈，所以呢，我必須講說，他就必須對部分還沒有這個所謂的關稅加徵的這些國家，還沒簽協議的這些國家就開始豁免，不是啦。其實我跟各位報告，這些國家他早就盤算過，這些國家都屬於比較類似基礎的天然資源的國家，也不是什麼生產大國啦。它就一些生產直接香蕉、咖啡從樹上拔下來，從這個這樣養出來的東西，叫做第一產業的，你知道，農林漁牧第一產業的這些國家，它不叫科，為什麼？這種國家跟他來講是貿易沒有所謂赤字，是他對別人赤字，他是盈餘。所以它沒有先科，它一定是科像日本啊、這個歐盟啊、韓國啊，最後台灣、東南亞這個國，因為你們在賺他的錢，這些國家是他等待最後，我們民生需要的東西，你慢慢養我的，所以我們不要去管這個簽不簽協議，或者說有沒有好像對別的科的關不公平，但重點非常清楚了，這個對美國的農民是非常大的傷害。對，比如他這個牛肉，講完這個怎麼辦呢？你說從阿根廷進，但你傷到他本土的這個農民啊，對不對？甚至他在關稅也當然打的時候也，另外一級是當人家不給你的不買你東西，這個大豆農民也很慘。我要講他不管進和出都出現了問題，這就是我要講他的內憂外患。第一個他的內憂呢，就是我們講的通膨會慢慢產生，這個人民會慢慢的這個信心也會減弱，就像剛剛講的，這是一個問題。那麼當然還有一個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哈，當你不花錢的時候，那可能國家經濟就會盪下來。還有一個內憂外患，就是他現在對打關稅還碰到了高等法院這樣的壓制，其實他心裡也會忐忑不安，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手。再就我講對外來講，國際間它有內憂外患，因為我們剛剛講的，不管消費者信心的降低或等等通膨的因素，會造成它的經濟將來在不久將來也會這個 decrease 會下滑。這一下滑是對國際間的憂，因為它現在講不好聽，你看。中國，我講一個最近最有趣的東西，就是中國發行的用美元的主權債券，卻能夠有這個30倍哦，是美國的10倍的認購率，是這叫做超強信心。所以當你經濟再下去的時候，我跟你講，大家對你已經沒信，你自己發自己的錢，人家對你認購率只有3倍，人家都30倍了。你要知道，隨便一個國家底氣比你強到這樣，請問你還敢把你經濟弄得更慘？這是外憂。還有一個更重要是，你打關稅打到很多自己的同盟的國家，這些國家心裡都不會很舒服，慢慢的都可能會心裡背移。那表面只是因為你好像還是一副霸主之姿態，他會擔心。但我覺得不久將來連盟友都會減少，這就是他所謂的內憂外患。確實哦，現在看起來這個高通膨只會越來越嚴重，非常直接的影響就是接下來直接要到來的感恩節跟聖誕節。現在做最新民調，美國民眾經濟悲觀度比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還要糟哦。那這個是美國最大的節慶裝飾公司的執行長他自己出來親自警告的。他認為說，雖然現在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已經降低了，但是確實還是很高度的存在的，所以美國恐怕出現這個叫聖誕樹荒。美國如果自己生產一棵人造聖誕樹，價格可能是換算台幣9.2萬元的天價。而且呢，這邊有另外一個單位做了一個調查，美國消費者今年的消費大約是1595美元，換算新台幣近5萬元。但是這個幅度已經較去年大減了至少1成，尤其可以看到 Z 世代正在收手。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現在就是說，美國出了一些問題，我認為是要從4方面來看。第一個，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美國實際上，我們講消費率好了，我們不要講所得，消費率是怎麼樣？10%的消費率占美國的消費率了，占50%，一半。我雖然就你把它分成这個100%，你前面的這1/10占整個消費市場一半了，那其他90%，那你也只消費一半。你看差距大不大？大。那我們喜歡拿20/80，好，那我們拿20/80再看，前面最富有的20%，它消費全美國的67%。你說大不大？那剩下的80%，那你只有1/3。对，你看看，這就是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大的話，你會造成這個現象會造成整個信心指數
那個受影響。所以你剛才講到的這個，它的1595美元，那去年的時候消費是1778塊美金呢。那你一換算一減少，這183塊美金就是新台幣5000塊。你看看，你今年的消費要比去年要少少5000，為什麼？我變薄啦，是不是变薄？那我們來看儲蓄率。儲蓄率，我有錢，我現在雖然收入少，但是我有存錢啊。我現在把錢拿出來花，美國儲蓄率很差，美國儲蓄率只有4.4%。中國大陸多少？中國大陸儲蓄50%，就賺100塊，我花50，存50就對了。台灣的儲蓄多少？台灣儲蓄其實還好，賺100塊啊，花75。台灣是存25塊，美國就4.5，4塊半，那其他都花光了。所以換句話說，美國是月光族。你現在月光族，你沒有存錢，你現在只要經濟上稍微一有動盪，你沒辦法消費。所以這個問題出來了。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第三個是通膨。美國去年通膨是2.9%，今年通膨上漲啊，現在已經到了3.1%，就通貨膨脹。我們知道通貨膨脹啊，那個價格上來之後都不會回去的。你去外面的时候，面漲價了，等到什麼豬肉什麼店價都回穩的時候，它價格不會向下調，不會回来。那你現在通膨增加了，那我以前10塊錢可以買3樣東西，我現在10塊只能買2樣東西了。因為什麼？因為貴了嘛，通貨膨脹了嘛。你現在以前買3樣，你現在只能買2樣啊，是不是？所以通貨膨脹率也受到這個影響高。為什麼高？因為你對等關稅呀，對等關稅，你對等關稅加我把這個東西我要賺錢啊，我把這個加到貨品上面，所以你就感覺到大家消費者都貴了吧？買東西都貴了，對，這個就是對等關稅。你打關稅戰，物價一定會上漲，不可能低的嘛，因為它會加到物價上面嘛。那第四個，我們講了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在上個月在10月的時候已經突破38兆，38兆美元就是38萬個億美元，你看看。你國債一高之後啊，你可以容許的這種調撥的能力就差了。我以前的時候，我沒有什麼國債，我可以對大量補助大家。現在我已經國債太重，我怎麼補助大家啊？沒有辦法補助了，沒有這個補助的空間了。所以我認為這4個因素會已經造成美國在聖誕節比較難過了。好，今年聖誕節、感恩節恐怕都不好過了，這一切都是從這個關稅戰引發的。所以最高法院現在做了調查，如果說川普的關稅這個對等關稅確定違憲的話，接下來川普他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呢？答案是有的。白宮就說沒關係，就算違憲，我們有2個辦法，我們可以祭出第一個叫122條款。總統可以立刻再加徵15%關稅，而且能撐150天。第二個叫301條款，需要經過美國的貿易代表署調查，但是關稅啊沒上限的，我想延期就延期。接下來這個關稅會持續永遠停不下來，繼續玩下去嗎？對於美國的衝擊，酈將軍。我覺得如果說這次關稅的話，對美國如果沒有造成很嚴重的傷害來講的話，以川普的個性，他會奮鬥到底哈。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這2個後續來講，他可以引用的這2個法條，一個是122條款，一個是301條款。那如果說按照122條款來講的話，因為它這個稅率只能到15%嘛，而且時間來講只有150天。但是301條款的話，它剛好就相反，它第一個來講的話，它沒有稅率上限，也沒有時間限制。但是它必須要經過這個貿易代表署的這個調查，還有徵詢所有企業界的同意以後才可以實施。所以我認為川普他應該是會引用122條款，然後再用301條款。當然這個狀況是在美國最高法院如果裁定說是他這個對等關稅是違法之後，他才會實施的。可是我們也看出來，光不要說引用這2個條款，在目前來講。我們就看到美國因為通膨造成老百姓已經感受到自己身上。那因為10月份由於是美國自己的這種關門，所以很多的數據沒辦法調查出來。但是老百姓能夠感到身上的痛，第一個就是食物嘛，食物他們感覺到食物漲價變貴了。那食物漲價變貴，不就是因為川普的對等關稅嘛？我們看到他對巴西這個牛肉或者是咖啡徵到50%的關稅，然後跟阿根廷這些國家，那時候美國飲食習慣我們都知道，美國人喜歡吃漢堡嘛。那個漢堡如果說牛肉來講的話，漲價這個關稅徵到這麼多，最後這個業者一定將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所以這個民眾來講，第一個感受到食品，因為食品是每天3餐都要吃的，立刻可以感受到哈。但是所以說聖誕節來講的話，我相信大家消費一定會縮水。就是我以前來講，我可以買很多這個給小朋友啊或給朋友的禮物。那今年來講的話，我的預算可能會縮水。另外來講，包括聖誕樹這些布置可能都會這個盡量降低預算。
所以我覺得美國哈，如果川普來講的話，他一直不肯承認這個關稅造成美國這個一般平民很大的這種生活上的傷害，造成通膨影響的話，其實他現在已經嘴巴已經在改口了哈，他現在已經有說，關稅是有一些加在民眾身上，但是我覺得以他的個性來講，不會輕易的服輸，但是我們後續可以繼續再觀察了。我覺得老百姓如果說沒有給他壓力來講的話，那可能川普不見得會認輸。可是現在從美國哈這個4個州的選舉，4個民主這個4個州的選舉已經落敗的狀況之下，我覺得很明顯，這個川普應該感受到民意的壓力在這個地方。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觀眾朋友，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這一場安市之亂。沒有想到，現在爭議持續的延燒當中，現在因為歐洲車廠很快他們就會被迫斷晶片了，所以他們想到的方法就是直接繞過荷蘭去跟德國車廠來要這些制造好的晶片，去大陸來做封裝。那麼另外一頭呢，中國則是反手自建晶圓廠，要超車在歐洲的產能。另外一方面，今天我們會來特別關心到的是，歐盟也要拆光，以國安理由拆光華為。德國甚至狠砸了700億換算新台幣要拆除華為，是說要制裁中國嗎？還是歐洲自己再毀了自己的晶片，再加上5G 的命脈呢？今天會一起的來做解讀。好，今天開場3個火線話題，我們會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讀。第一個，安市斷供，確實現在歐洲車廠都快要撐不住了，因為荷蘭至今仍然不願意提供任何的晶片。那麼庫存呢？根據了解，現在歐洲的方面只能再撐幾週這是來自於車廠的說法。所以這些車廠現在繞道去買德國晶片，到大陸的東莞去做封裝。荷蘭的這一招砍的是中國還是自己歐洲的晶片命脈呢？第二件事情，我們持續關注歐洲現在卡住安市的出口，反逼呢中國現在早就已經出招了。他們呢安市廠把200名中國的工程師緊急的調回去中國之外，還在上海跟無錫的新廠直接再把產能全面提升到每月5萬片。如果安市未來研發跟製造全部都東移的話，中國是否將完全不再需要歐洲來做製造了呢？這是第二個話題。最後我们也會來做關心的是，歐盟現在決定跟着美國走，持續利用國安的理由要求各國呢拆光華為的設備。德國更是狠砸了非常多的錢補貼電信商要拆華為的設備。但是要知道，這個歐洲對華為設備的依賴度最少也有40%起跳而且呢成本還非常的貴，歐洲真的拆得起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注。趕快來關心，荷蘭政府到現在仍然是持續凍結出口晶片到大陸，這是讓歐洲汽車廠商現在陷入了晶片荒的焦慮當中。庫存根據了解只剩下幾週的時間而已了。就在此刻，路透社報道這個是最新的驚人內幕，他說現在歐洲多家車廠他們秘密的做協商，乾脆我們一起把荷蘭給跳過吧，直接向安市德國漢堡廠買晶圓，再到大陸的東莞這邊來封裝吧。據傳呢，包括了安市的這些客戶都有考量這樣的方法。哪些車廠呢？現在根據媒體的報道，福斯或者是 Bosch、本田等等的重量級車廠都在考慮這樣子的一個方案。而且我們要來看到這場安市之亂導致了不管是荷蘭方，也就是荷蘭安市，或者是在中國大陸的安市，他們覺得說，要麼就去中化，要麼就是完全去歐洲的產線。我們看到在歐洲的部門這邊，現在正在考慮擴大馬來西亞跟菲律賓的封裝產能，有意要去中國化。中國的安市也同樣的悄悄的啟動去荷蘭化。剛剛提到的，除了200名的安市荷蘭工程師被接回中國大陸之外，中國上海无錫的產能也全面提升那麼可以超過歐洲本部。重點是了，大陸製造的成本又比較低，甚至可以降低18%，一年甚至可以省下10億人民幣這麼高的金額。荷蘭這一場卡中國的豪賭，會不會逼得歐洲車廠集體的繞道之外，還逼中國打造屬於自己的晶圓廠？到底是制裁誰呢？未來有沒有可能就是包括這個安市的設計跟製造全面東移？將軍怎麼看？第一個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安市晶片它有一個外號叫做雞飼料晶片。
為什麼叫基飼料晶片呢？因為它這個晶片很便宜哈，這個一片晶片才25美分而已哈。当然最近当然是漲價了，漲到一片大概到1塊錢美金哈。就算漲到1塊錢美金，講起來也不貴。但是一般來講，現在所有車子，不管是燃油車或電動車，都需要用到這種晶片哈。就像是雞飼料一樣，雞就一定要吃飼料嘛。但是虽然很便宜，量很多，可是它就是要吃飼料哈。所以一片通常燃油車來講，它要到600片的晶片，那電動車可能到這個1-2千片，它用在車子的不管是安全氣囊啊，或者是說方向盤這個電燈系統，都要用到這種相關的安氏晶片。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晶片來講，並不是這個製造來講，並不是技術特別高深。那安氏半導體，它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為了配合美國的說法哈，說這個晶片來講的話，它將這個CEO 和中國的 CEO 張學正將這個技術流到中國去。那事實上這只是一個借口跟理由了哈。這個我想說，中國大概也不需要到這個很便宜的低技術端的一個晶片製造技術。但這片晶片由於是在荷蘭這邊製造以後，是到中國東莞去封裝。所以公司是荷蘭的安氏公司，他那個時候就要撤換 CEO， 剝奪等於搶奪中國的經營權。那中國當然這對於國家來講，當然要保護自己的企業。那後來來講的話，雖然說中國來講有管制晶片的出口但是後來中國基於說是這個貿易負責任的大國的角色，他後來將這些晶片來講，有些國家如果說你這個有提出申請審核通過的話，那中國就給這些國家豁免。換言之，他就讓這些國家可以繼續獲得這種封裝完的晶片。但現在關鍵這個晶片來講，如果說荷蘭不提供給他晶片，然後中國就算封裝完了以後，這個庫存的晶片數量大概預估可能在12月初的話就用完了。就算是我願意豁免，我願意賣給這些車廠，因為你不要影響到這些大企業，不管是寶馬啦，或者是奔騰啦，這些車子來講的話，它如果沒有晶片，就沒辦法組裝車子。所以我覺得中國就基於這個負責任一個大國的立場，願意將這晶片給這些國家，給這些車去豁免。但是很遺憾荷蘭到現在還嘴巴在硬還是不願意恢復張文正的這種 CEO 的這種經營權。所以中國已經答應荷蘭說，下個禮拜剛剛最新的訊息是，下個禮拜讓荷蘭的財政相關的單位到中國來做這件事情做協商。當然我們希望說是在下禮拜這個可以得到雙方可以得到很順利一個協商的一個結果，讓事情回到原點。也就是說，張文正他繼續回去當他的安氏 CEO， 本來就是他的公司嘛。那中國來講，這個晶片也繼續可以這個封裝完以後供給其他公司，其實車企公司來使用。但是我想，如果說這個荷蘭政府還繼續在嘴硬，還繼續僵持到底，我想中國也有反制之道了第一個就像是我們剛剛講的，中國可以自己，這不是很難的晶片，中國不管中芯國際啦或上海啦他們都可以自己製造這個晶片，然後再給東莞來封裝，然後供給各企業來使用。這如果說是這種發展下去的話，其實對荷蘭來講是最不利的，因為你整個這個安氏半導體，我當然就不需要靠你的安氏了，其他車企來講，我就直接跟中國買就好了，對不对？這個我覺得這個荷蘭如果說自己不趕快找個台階趕快下，還繼續僵在那個地方，我覺得对荷蘭來講將會是很大一個打擊。好，如將軍剛剛幫我們特別看到，這個其實荷蘭安氏對於中國的不可取代性是完全低於中國大陸它的安氏它是完全可以自給自足來做生產。那未來有沒有可能就是包括這個晶片的設計到製造端全部由中國自己包辦，也不再需要荷蘭廠了？老師有怎麼看？OK， 我有一個學生在矽谷，他本身有個廠，他是去年畢業的博士，他曾經跟我講過一件事，因為他們有個公司在上海，他也常跑深圳他常跟我說他說奇怪，這個我們到對岸去的時候，發現即便是大陸的畢業生，你只要給他一些 incentive， 跟他說我要做什麼，沒有多久他一個團隊就做出來了。這次我們從我們知道我們的對岸在2013年紅色供應鏈以後，他們所做的東西，尤其在隔年之後，他們強調一個叫做 China Creation 的一個可怕的地方，也就是他們從無到有。而且所有的東西急速升級到你有時候想象不到的快速，當然不是說光高鐵蓋這個什麼這個港珠澳大橋等等，
在這個所謂的科技的這個領域也是一樣，所以常常讓你會意想不到的突然的出現。好，那待會我們講安識這個問題啊，就講，因為我們講對岸他們已經真的是用心在這一塊，就是高科技上面扎根吶。從2014年跟這個中德簽了工業4.0之後，然後他們在另一年丟了大經濟一期計劃，在1000多億，2019年2期計劃。2023、24，因為面臨到所謂的中美貿易戰的越來越這個緊箍咒越來越嚴之後，丟了3期計劃，這是在扎重金，還有在教育的改革。因為我剛從南京回來，他們現在叫跨領域結合，包括我們的財經系都已經落到後面的排名，而是所有東西必須加 AI 元素，他們叫跨領域結合。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所有的東西你不可能只有一樣就生存，包括安識半導體也是一樣。9月30號在河南呢做了一個大的這個我們也是一個殺手鐧啊。他就把這個整個安識半導體就把它拿下來了。那這個東西其實是從當時我們的對岸中國在那邊去設廠，把它這個成立起來。這是一個我們把它號稱叫做全球最大的基礎型的晶片的製造商。它裡面包括它的二極體啊、電晶體啊、電源供應器這些東西在都在那邊做這個製造生產。實際上它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忽略掉一個東西，就是說它在製造一樣東西的時候，一定有上中游甚至下游啊，不管下游還有下游端到最後的客戶端。這裡呢，如果你今天不能掌控整條線，你只拿到中間的部分，其實啊，你有可能就會被人家斷層。所以呢，當時我記得在10月初的時候啊，我們的對岸就給他做了一個斷層的做法，就把上中的很多的供應商就不過去了。當然這時候又發現啊，他們這樣又生存不下去，但是他們一樣可以從，因為歐盟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歐盟現在28個國家，從這個英國脫歐變27個嘛。這些在不管深耕這裡面的國家呢，他們也互相各有資源，所以即便是廠商需求這樣的半導體，即便是供應商不見，他們也可能透過別的國家，再到甚至你要組裝，透過別的國家洗白了這個所謂的荷蘭和中國的對抗，比如透過德國啊或者所有的地方到了深圳或東莞去再設計包裝。但你知道，這個我想任何人也是一樣，國家也是一樣，一個高層他不可能是傻子的，這個是沒有智慧的。他們因為智慧決策，當你要鎖我們的東西，我們一定就會反其手。所以我覺得所有的這種高科技的東西，我覺得有3樣很重要的東西。第一個叫技術，你沒有好的技術不可能。好，那當然技術可以慢慢 create，就是每個國家在比照。比如先進製程，我們的晶片，台積電這麼強，我們的對岸真的還拿不到，所以美國才用那樣來鎖喉中國。當然，還有第二個就是人才。我跟你講，技術的核心就是人才，沒有人你怎麼做呢？沒有人，你 AI 這個我們生成器 AI 也做不出來，人還是最重要的。那什麼叫人才？他一定從小這個訓練，他不管這個是優秀或怎麼樣，在學經歷裡到了一定，這種人才是很難1天2天就成的，因此太重要。因此這個中國反其手，而且當然還有民族性哈，他們的民族意識要到的一定，他們的人願意回去。所以我们的對岸從當時啊，這個學校裡面去拉所謂的海歸派之外的很多人才慢慢回去啊，你看到在我們的對岸很多的高科技都是包括徐光憲啊，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人，當有一定年紀的這些人慢慢回去，現在很多年輕的高科技人也回去，他這次只要把這200人拉回去，說實在的，當他缺人才的時候就很慘。是，當然第3個我要講就是人才、技術人才，還有一個就是基礎設施啦。基礎設施各國都有不同的布局。當你是一個自由貿易的時代，全球的時候供應鏈互相協調協同合作嘛，叫 co-integration。這樣是對全球都有利的。那熟料現在變成一個 anti-globalization， 叫逆全球化的一個新國際的新治理。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都必須明哲保身。從美國他孤立主義、保護主義開始，全球都在這樣。所以荷蘭做這樣的動作，當然我們的對岸中國也會做這樣的動作。所以這時候他為了明哲保身，只要你對我怎麼樣，他一定會做反其道的手，然後就把他人才拉回去。當然最後一個重點就是我講的剛開始講的一句話，就我們對岸真的是從某些地方蠻可怕，就是我們美國也曾經嚇得說，他怎麼又突然多了一個船塢，怎麼又突然多了一艘艦艇一樣的道理，就是我們現在覺得它好像還沒有東西，它可能很快就會出現。也就是你講的，有可能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因為它量體也大，人口也多，人才也多，就會不需要，大部分就不需要歐洲的供應了，而歐洲以前是像老虎一樣的，全部就會被打趴，變成歐洲貓了。好，一方面是中國大陸它已經找到不管是技術人才跟基建上面的提升哦，所以未來可能不再需要歐洲。但另外一方面，歐洲會不會還是持續的需要大陸呢？尤其啊，這個是針對華為，現在進入了5G 時代，歐洲持續的跟進美國。今天我們要另外來關心到的是哦，再次的以國安為理由要來完全的禁華為。大家記得嗎？先前的英國跟瑞典封殺了華為多年之後，現在歐盟也要強化它的所有成員
員國，包括德國跟芬蘭哦，要來拆光華為的設備。德國更是狠砸700億來補貼自己的電信商，要徹底把華為給移除。他們的理由是因為從5G 到這個地鐵，甚至到關鍵的電力，都有可能受到大陸的干預，甚至被癱瘓。這是來自於歐洲官方的說法哦。那大陸當然很生氣了，除了大陸外交部站出來嚴正的怒批說這個是違反市場原則之外，華為乾脆用同樣的方法來對付歐洲，同樣是以國安為理由來進行3個月以上的這個國安審查，針對於歐洲的 Nokia 跟它的愛立信等等的廠商。但是現在的關鍵又是說，歐洲真的拆得起華為嗎？因為他們其實已經使用非常久的時間了。5G 時代，這個華為的手上的關鍵有5.6萬項，掌握了很關鍵的技術。另外，歐洲國家包括挪威啊，這個華為市占已經達到70%，德國60%，英國也有40%，真的有辦法拆得起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看起來表面上看起來是品牌戰，實際上是科技戰，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家这些消費者來看呢，他都會有一個消費慣性。有時候有人講說啊，這是品牌忠誠度，他畢竟用習慣了。結果你用了某一個車廠的車系，或者是你用某一個牌的手機，你會慣性的用它的，為什麼？你的習慣性是這樣。那現在既然要把這個華為給拆掉，我認為這個代價會得不償失，代價還蠻高的，而且不是只是現在所看到的賬面，甚至說什麼到達1000億美元，你往後呢？你往後也要這方面的代償要來負擔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因為它違反了經濟學的原理，因為原理就是比較利益法則。不要把誰方便，誰的功能多，誰的價廉，我就占有這個市場，大家方便，你贏我也贏，對不對？你付了錢，但是你買了非常多的功能跟方便，那我賺了你的錢，是這樣，我們兩個都贏，你買了也會買得很高興，我賣了我賺到了錢，所以大家是互利雙贏的。但是你現在要把這個華為給拔掉，你要付出代價，因為它本來的時候這些所建制的這些基礎跟大家的習慣都已經行之有年了，你現在硬要幹它，我認為這個會有不好的、有負面的這個經濟現象。我們原則上經濟學上來看的話，少干擾，你讓它干擾，讓價格機能、市場機制、供需來決定這個價格。大家有需要嘛？你幹嘛要去拆它？大家有需要，表示華為在品牌上有它的可靠跟穩定度，那為什麼不用呢？它又便宜啊。那再其次的話，我們知道那個中國大陸一向是開源式的，你要知道它有56000多項的專利，表示它在一直走成長。它不是只是現在為止哦，它將來在2026、2027，它功能會更多，價格會更低。你為什麼不再繼續享受？你現在看到1000億美元的這種損失，那往後的損失呢？要不要去看下去？對，我認為是要這樣來看的，因為它開源式，它這個方面還會繼續成長。我認為不要去無限上綱。你不管是德國好、英國也好，或者是挪威也好。後面當然有美國在後面這邊做操控嘛，大家把就切開，不要有這個華為這些系統的。那我認為要付出相對大的代價，因為畢竟它違反了市場的機制。但是我認為這不是品牌戰，這是 G2 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的科技戰。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今天持續要來關心的是中國的造船業是否碾壓美國。現在說有個數據達到200倍哦，所以美國的造船業者已經要求川普，我們就抄大陸的15計劃吧來做這個造船業。而且呢，現在是說造船業的不信心啊，連美國自己的盟友南韓都不信任美國了。南韓的核潛艦不敢在美國製造，到底怎麼回事？等一下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這個川習會那時候不是已經達成協議了嗎？但是我們知道在這個後面，美國宣布暫停對大陸的物流啊，或者是海運造船業的301調查，長達1年，甚至是連港口費都把它撤掉了。因為當時的港口費造成的是中美互克，那麼航運成本是大增了900多億新台幣。那時候美國的船一度靠在上海啊，一艘船就被課了2600萬新台幣的天價過路費，所以川普撐不下去了，自己先退一步。但是退這一步，卻遭到美國的
了許多的這一些海運業者啊，或者是其他的民主黨議員的痛批。我們看到他們怎麼說？他們說呢，你都已經做了這個港口費的課徵，為什麼你這時候要突然間又不課了，對中國妥協呢？等於就拋棄了我們美國工人啊。那麼也有這個研究所的研究員他這樣說：美國努力了這麼久遏制中國，都被你川普再親手給拆掉了。連自己業者鋼鐵工人也痛批川普哦，說你這個對於我們重振海事的努力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但是現實的殘酷是，就算美國不課徵所謂的港口費，或許也救不了美國的造船業，因為不管在人工或供應鏈上都比不過中國。第一個，美國工人他們比較不願意做苦工哦，工時效率沒有大陸好。第二個，造船成本比亞洲高了4-5倍。第三個，美國還是確實缺乏比較完整的供應鏈，而且具體的數字我們趕快來看到，在有關於過去的10年哦，商船的交付量。大陸啊達到了6700艘，緊接着日本大概是只有大陸的一半，3000多艘，韓國2000多艘，美國沒有看錯，這個只有2位數，37艘。如果我們再來看看的是，剛剛是這個商船的交付能力嘛，如果再來看到全球造船能量，大陸現在佔比全球74%，美國竟然只有0.2%。如果是大型貨櫃的市占，我們看到這個中國大陸高達95%，那美國連1%都沒有。跟中美之間的造船業來說，到底有什麼巨大的一個落差？那專家說了，即使不課徵所謂的港口費，美國的造船業也無法追上中國，真的是這樣嗎？聶老師怎麼看？當然是啊。你如果問我說他們程度到底差多大，我只有2個字叫巨大。至於這個量化這個基礎，其實都不是很重要。你現在去查這個 ChatGPT， 它也會給你講一種數字，跟這又不太一樣。反正不管怎麼說，你74%、70%，美國是0.2、0.1，不管怎麼樣，算起來都是幾百倍。那你說造船能力200倍，那什麼叫做能力？也不可能量化。那我們只能用值的來講，說你的 powerful 就是比人家強。第一個，你勞動力多；第二，勞動力也精準認真工作，跟美國現在勞動力就不一樣。第一，人少；第二，他們的工作能量啊，我們講能量就是勞動力意願工作的這種人不一樣的，就以拿薪水為主。這個完全不一樣，技術這個整個基礎設施都有差，所以這個能力你說200倍可以。那我在講說，我們很多東西不是看過去、現在，要看未來啊。你要知道，中國它現在一個很可怕的地方，它造船的成長 speed 的速度遠是讓世界會驚訝。我們看的是它的未來會更可怕，這個才是可怕。第二個，他在做的时候成本很低啊，你自己做你又貴，你今天把那個自由貿易把它擋住了，也就是現在 anti-globalization 叫逆全球化之後，你不像人家買，人家又便宜，你自己製造，你怎麼做？雖然那個川普有一個很大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大夢想，真的是夢，不是理想了。這個夢很難，為什麼呢？因為你製造業空洞化到離譜。所以我剛剛講的人、技術建設都沒有，最主要就是基礎建設已經拖太久。他把東西出去 outsourcing出去之後，自己都不會生產。你怎麼做？這些人說他自己把他什麼東西好不容易磕這個對岸什麼港口費這些都又拿掉等等，我跟你講，這都不是重點，都沒有用。你要知道，還不只是說你磕這個沒有，是港口服務費。我跟你講，你就算賺人家錢，你知道中國不是當時也回饋你了嗎？說你磕我港口服務費，我就特別港務費。而且你說我的船都是我的船，你磕不到我啊？我說 no， 只要掛你美國國旗，只要這裡面商社是美國商社，裡面有1/4是由美國出資，我就磕。美國更傻眼了，所以你不拿掉怎麼可能呢？所以還不只是這個什麼錢的因素，還有一個是因為對岸的底氣也高到了一定的高漲，他不會怕你。因此，我覺得我們談這個量都不重要，也就是根本沒有國家追得上了。現在號稱說日本、韓國都有10%幾的這個造船能力。中國就是在它的所謂的全世界的現在佔有率超過60%，那它的未來的新訂單就已經70%多，所以都在他手裡嘛。那請問美國怎麼去比？而且美國是零，他還要靠韓國、日本，又靠不起，而韓國、日本又跟中國都有一段差距，請問他怎麼去追？這是一個很大的未來的問題。對，所以在此刻，為了要稍微把這個差距變小一點，這個是美國造船商會的委員會主席，他直接跟川普公開喊話說：“那麼乾脆我們就學大陸好了，他不是這個國家主導經濟嗎？你們也學大陸的這個15-5計劃，用這個5年來做一個規劃，用這種比較長遠的規劃，而且擴大補貼。”才能造就今天造船業，中國是世界第一。美國我們學他，可是真的有辦法做得到嗎？李將軍又怎麼看？
那我們看美國的造船業，我講一個戰史給大家聽，你就知道美國的造船業落後到有多嚴重啊！在2次世界大戰初期的時候，有一場戰役叫珊瑚海戰役，是美國跟日本在澳洲的北邊那個地方打的那場戰役。那場戰役裡面，美國有一艘航空母艦叫做這個約克鎮號哈，這個重傷，這個甲板上面被日軍炸了一個大洞。但這個時候中途島戰役馬上要打。所以這條軍艦、航空母艦哈，這個沒有辦法回到美國本土去修，就直接要開赴戰場到中途島去作戰。那因為它是航空母艦哈，所以美國怎麼修這一艘航空母艦呢？他就派工人帶着材料直接運到這艘航空母艦，一邊航行一邊赴戰，一邊派人一邊修。結果你知道嗎？就是因為趕赴中途島戰場的時候，他已經修好了。所以你知道美國的這種造船工業能力有多強？那日軍也就是因為誤判了說少一艘，那時候沒有算到說美國還有一艘這個約克鎮號可以趕來參戰，所以才造成中途島戰役的這種失敗哈。這是很明顯一場戰役。但是我們從這個過程之中，我要強調的就是美國那個時候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它造船業是真的是很強的。但是現在來講，為什麼會落後？我覺得有2個原因。第一個就是美國好逸惡勞，這個比較辛苦的工作不敢做，不願意去做了哈。造船業來講的話，要的第一個是工人哈，工人來講你要有技術工，所以美國很多它去企業來講的話，造船業它訓練的工人好不容易教會了，就這些工人去那邊做不到1年，因為太辛苦，他就走人了。那第二個，有些人願意做哈，比如說是那些這個移工，他願意來這邊做，就美國川普現在又在趕移工，把這些人趕走，那你說造船業他怎麼做？對。第二個來講是供應鏈哈，他怎麼跟中國補？中國有很完整的一個造船的供應鏈，不管從發動機哦到船上的各種需要東西，它自己都有很完整的供應鏈。由於它供應鏈很完整，它當然就可以降低它成本了。它成本甚至于比韓國的韓華系統還要降低這個1成左右哦，所以它供應鏈也便宜。那再來講的話，這個中國來講的話，從2010年到2018年哈。這個8年的時間，中國投入到整個這種造船產業的經費，總共有到1320億這麼多。那美國只投入多少錢？只投入到7700萬而已，所以差不多等於是中國的一個零頭了。那你如果說是想要靠着15.5想要跟中國學，我覺得第一個你的這個造船工人的這種文化是不是吃苦耐勞？如果這點沒辦法改，可能也很難做得出來。第二個來講的話啊，如果說是你的供應鏈沒辦法很完整哦，你現在產業來講，我們都知道嘛，它現在來講，如果說美國哈到這個10年只交付了37艘的重型的大型的商業輪船，以這種比例來比的話，我相信很多企業來講，他如果說沒有錢，他就不願意投入這個供應鏈的這種生產。所以我覺得你想要學中國的15.5，可是你沒有那種這個刻苦耐勞的工人，你也沒有完整的供應鏈，你光學這個表面，你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我斷言說是未來這幾年，美國的造船業還會持續的這種滑落。好，不管是自己美國人自己內部對於他造船業的沒信心，現在是不是連美國的盟友也對美國沒有信心呢？這是韓國，本來不是說要做這個核潛艦嗎？李在明說，那我們就在韓國建吧。川普堅持說不行，我們要拉到美國的造船廠來建。那南韓議員就很生氣啊，他就說，你在費城的這個造船廠也都沒有核潛艦的設施啊，而且你還要經過一大堆環評，至少要再拖個5到10年吧。那如果在美國建，會不會前建2030年本來說要建好，還要拖到2040年後才能部署呢？張將軍怎麼看？為什麼南韓這麼懷疑美國呢？我認為這個時間不是問題，問題是美國要韓國的資金跟技術。美國就是要你。現在韓國已經答應要投資美國造船業是1500億美元，因為我們知道它美國規定的要韓國要投資的1500億那麼多就是要錢過來啊。那韓國這個是講10年的造艦的這個燒數哦。我們看2024年去年韓國的製造業是全世界第2，僅次於中國大陸。是第2它贏過日本那現在你韓國的製造業不錯，技術過來到我美國來，是這樣。所以美國是要圖韓國的資金跟技術，這2個是最重要的。那韓國要不要低頭？我認為韓國要低頭。為什麼？因為美國抓了2個尚方寶劍，你不得不低頭。第一個，安全責任，我美國占領韓國以後駐軍28000人這種安全責任是我美國在負嘞。你要我講話你能夠不聽嗎？那有沒有指標？有政治指標。你注意看現在的李在明還有上一任的尹錫悅你上任第一個出訪的國家是哪裡？
進的是中國大陸啊，進的是日本啊，沒有，是到美國去，你就知道了，原來政治影響力在這個地方。對，第一個出訪的國家不是其他國家，就是美國，這個就知道答案了嘛。第三個，我認為韓國有很多短板是抓在美國手上。韓國的那個黑鷹戰機 F/A-5洞啊，它的引擎是美國的，韓國不會做引擎，它那個引擎是向美國買的，那你要不要以後要做？它這個 F/A-5洞的飛機還外銷到馬來西亞，還外銷到菲律賓，還外銷到歐洲的波蘭。但是不要忘了，你的心臟發動機是美國做的。你還有，我只是講飛機而已哦，你其他還有很多依賴。那你如果不跟他美國，這我也不給你哦。對，那就韓國就被掐到了。這是第一個我講的安全責任。第二個是什麼？關鍵技術，關鍵什麼？因為這是核動力，核動力攻擊的核動力，核動力就要反應堆。我們知道這是核裂變。核裂變不是核聚變了，核聚变是氢弹了。核裂变，那核裂变现在這個技術在哪裡？在美國。美國會輕易釋出給韓國嗎？美國說，你朝鮮半島要無核化，這是核子動力。對不起，請你在我美國做。你這一講，說這是關鍵技術啊，你能夠不低頭嗎？你要，我就是要你朝鮮半島無核化。所以核子反應堆就要在我們美國裝，就要在美國做，就要在美國這個船也能夠，這前進能夠完成。所以就從這4個因素就知道了。這個韓國到最後，韓國會低頭，因為他要配合美國川普的 MAGA。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在軍事上面，我們今天要關心的事情是中國大陸一出手，現在中東的戰力是否天翻地覆了呢？因為最新消息有伊朗現在的飛彈庫是滿血復活，有一個說法，2000枚齊射會來壓垮以色列。那麼底氣來自於哪裡呢？根據外媒的報道，就是來自於大陸。另外也傳出來說，伊朗要買大陸的殲20跟紅旗9B，如果真的發生的話，對於這個接下來的戰力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難道這一次伊朗真的是滿血重生了嗎？因為就在11月12號這一天，伊斯蘭的革命衛隊在首都的德黑蘭這邊舉行了這場非常大的這個叫做國防的成就展，立刻是陳列出了各種的武器哦，包括數十個不同型號的，不管是飛彈或者是無人機哦。那麼這當中包括了有極音速飛彈啊、尼什，還有這一款叫做海巴爾謝坎的彈道飛彈，其中我們要來特別關注到的就是這款彈道飛彈，它有什麼樣子的一些優勢跟它的戰力呢？它號稱是伊朗版的碉堡克星，射程啊高達了1400多公里，那麼彈頭重量500多公斤，它的瞬間的撞擊的速度可以達到3馬赫的一個速度哦。所以我們來看到 CNN 這個時候就點名了說，伊朗為什麼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只有半年的時間就能重建它的飛彈軍火庫？答案來自於，就是因為大陸給他們的底氣。因為大陸方面呢，從今年的9月份開始，就不斷的運送2000公噸是用來制作飛彈的這種固體燃料，這個叫做過氯酸鈉。預計這批原料就能夠讓伊朗來制作出非常多，高達500枚的飛彈。CNN 更是預估，如果衝突再起的話，伊朗這次的戰力會超過6月的戰力，一次啊可以就發射2000枚的飛彈，壓倒來自於以色列的防衛。伊朗半年內又快速的復活，極音速飛彈再加上碉堡克星，以色列的噩夢來了嗎？難道他的底氣是真的來自於北京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是現在伊朗要對以色列實施飽和攻擊，那就要飛彈的數量要多才能夠達到飽和攻擊的效果。那現在按照伊朗的，因為美國對伊朗經濟制裁40年，那40年，伊朗在這一方面的这些經濟的條件、科技的條件，畢竟代差落得非常的明顯，非常的大。那現在靠誰？靠中國大陸。那中國大陸，那伊朗窮啊，但是伊朗有一個好處，在伊朗石油，伊朗最大的石油輸出的地方就是中國大陸。好，那拿石油來換錢，拿錢來買技術，買相關的零組件。所以我認為它必須有3個突破。第一個，飛彈的燃料，因為現在飛彈呢很少用液態了，液態畢竟這個不穩定，而且這個裝填之後24小時要發射，那都用固態。
那固態燃料，那現在誰能夠供應？那向中國大陸買嘛，很容易拿錢來買，所以我們講的是固態燃料。第二個零組件，伊朗做不出來的啦，他只能拼可以。那這個重要的零組件從哪邊來？要從中國大陸。我們知道這個伊朗在中東啊，因為它8000多萬人口，算是一個在整個中東阿拉伯地區算是個大國啊，它又是這個回教什葉派，是比較主張激進的基本教義派的，是這樣。那他這樣子很簡單，要向中國大陸買零件。那中国大陸，你既然要買零件，中國大陸的專業的人員、技術的代表也要靠中國大陸，要這個樣。然後最後一個，伊朗是不是要我們叫 offset， 就是技術輸出？就是說我不能一直在靠中國大陸啊，你要到時候要教我，我也要會啊。是要這個樣，我不能一直靠你技術代表過來啊。那伊朗在這方面也要形成一個氣候，就是技術的保障，希望伊朗到最後能夠自力更生、自主国防，是這個樣。那這樣的話，我認為威脅最大，我們看到來了以色列，但是我們知道以色列它會相應的來提升它的軍力。它現在整個中東的地區，你先來看，首要的目標反而是伊朗。你看看這個加薩的。這個巴勒斯坦也好，這個黎巴嫩真主黨也好，現在敘利亞也被美國摸頭了。本來的敘利亞後面是伊朗在挺的，現在敘利亞的新總統現在也是由美國，他到白宮去訪問呢，上個禮拜這很清楚了。那也門的胡塞組織呢，後面的老闆也是伊朗，所以看出來說，伊朗目前最大的威脅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威脅也是伊朗。那個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啊，反而跟這個以色列之間的關係是比較處於這個冷和，比較但有一些心結，但是問題是美國在後面，那兩個就不會沒事。只要美國在，這個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兩個會沒事，那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在這方面，他所承受的威脅可能會越來越大，來自於以色列，因為以色列把他周邊的都已經解決了，他就可以專心一意對伊朗。那伊朗的威脅壓力增加，他就要找替代來源，就是中國大陸。那他就要先強化軍備，所以伊朗的空軍緩不濟急，所以先發展飛彈為快。你要以航空還是以飛彈來主？你哪一個？航空時間久，成軍的時程拉得很長，沒有辦法，緩不濟急。但是飛彈很快，飛彈直接現在它又是3倍音速，到最後面3倍音速，將來伊朗可能還會往极音速去發展，就是高超音速要到5倍音速以上，所以變成載的彈量要夠500公斤以上，0.5公噸以上了。另外一個速度要快，然後看看伊朗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我們的 CEP 值就是圓周彈道誤差要準。你不能把彈道黃膠，你打出去就彈道黃膠啊。換句話說，慣性導航跟這個衛星導控裡面的抗干擾能力還要夠強才可以。所以伊朗在這一方面絕對要靠中國大陸，中国大陸支援多少，伊朗的飛彈的技術就才會提高到多少。好，所以我們看到伊朗現在面對加劇的地緣政治，來自於美國跟以色列的這個威脅哦。所以剛剛將軍幫我們看到嘛，先來做比較簡單的，至少先把飛彈發展起來，再好好的布局它的空軍。那確實，剛剛除了飛彈之外，伊朗確實也有想要好好布局它的空軍，所以他現在也計劃用它20億美元價值的石油來買大陸的什麼呢？2大殺器，第一個就是殲20隱形戰機了，第二個就是防空系統紅旗 9B。他說紅旗 9B之後會來搭配俄羅斯的 S-300整合系統，補上伊朗它等於它防空的最後一塊缺口。如果真的有這些武器的話，對於它的戰力會有多大的提升？能夠跟以色列來稍微做制衡嗎？厲將軍怎麼看？6月份這個伊朗跟以色列12天的戰爭當中，我們看到這個以色列用的是戰機如入無人之境，然後在整個伊朗上空對他這個肆意的攻擊。那伊朗能夠反擊的力量，大概就是用它的導彈。當然，雙方這12天打下來的話，伊朗這個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空防，完全是在裸奔的狀況之下。當以色列剛開始初期的時候，它可以攔截到一些伊朗的導彈，但是後期來講的話，它慢慢這個防空系統也破了一個洞讓這個伊朗的導彈可以攻擊它很多重要的軍事設施。所以伊朗現在最急的一件事情，應該是它怎麼樣建立它的防空的系統。那防空有2種一種是矛，一個是盾所謂盾，當然就是防空這個導彈為主它現在有的是俄羅斯的 S-300，但是數量來講遠遠不夠，能力來講可能也比較弱。那如果說能夠獲得大陸來講
講，紅旗9這款，紅旗9大概比照的等級大概是美軍的愛國者3這種等級哈，所以它防空能力是比較強，可以有效的建立一個區域防空的一個體系。那如果說是能夠建立來講，我相信以色列或者是美國的 B-2轟炸機哈，應該是不敢在這麼囂張的如入無人之境到伊朗上空來肆意的攻擊。當然，如果說能夠獲得矛，也就是歼20這款戰機，那我們從印巴空戰可以看出來，光殲10C搭配到這個PD-15導彈就可以對印度造成這麼大的一個戰勝的一個戰果。那如果說是這個殲20來講，它隱身戰機，我相信它的效能一定比殲10C更要好。那這樣的話，更可以有效這個遏止以色列或者是美國對它本土的打擊。但是我們要有待觀察，殲20這個，我相信中國來講，不見得願意會賣給伊朗。好，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美國也看在眼裡哦。面對於現在整個伊朗，然後有背後中國的撐腰，所以美國華府現在非常的焦慮了。趕快看到最新消息哦，民主黨的議員趕快聯手，他們一起致信給國務卿盧比歐跟 CIA 說呢，大陸啊提供給伊朗這麼多的化學品來幫助他的軍備重建，這是對於大陸來說對於伊朗來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陸呢，它的已經勢力從歐洲擴展到中東國家去了，整個威權正在擴展當中。我們還記得這個川習會才剛落幕，談得不錯。川普有可能在這時候對於大陸做出制裁嗎？那川普手上又有哪一些牌可能做反制呢？聶老師又怎麼解讀 ？OK， 古語有一句話叫"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哈。那你什麼做都可以，那別人做都不行。你可以說，在這個加拿大呢開 G7 會議2天後說，對不起，我要離席，我要回去做一個重要決定，2個禮拜，然後就告訴這個伊朗說，2個禮拜你再不怎麼樣，我就要去炸你。結果2天就 GBU-57就炸進去了，60公尺深的專體的這個炸彈。這件事情，請問全世界有誰打法？沒有，因為美國人做才是對的，美國人去支持以色列是好事，是拯救全球，你覺得是嗎？以色列當他的天穹已經徹底被擊破的時候，他必須要靠他的爸爸，就是川普來撐這個大西洋，這很重要。不過現在要講一個什麼叫做幫伊朗，全世界都知道打代理人戰爭最好打，講不好聽，不管胡塞組織也好，哈馬斯也好，黎巴嫩真主港都是伊朗的全面代理人。